在开始之前，如果在荧幕前的你还没有按订阅，麻烦订阅支持一下，可以带给我更多的动力。这一期影片，我们一起聊一聊0.3.1更新后的问题，以及下一个更新会修改的内容。在0.3.1更新之后，原本上一次说伯特的武器会被改变，但我在更新内容一直找，也没有看到伯特的相关内容，只发现了30mm 炮被削弱了。原来职业哥说的更改只是把30mm 炮削弱。可以承认的一点就是30mm 炮被削弱之后，确实是没有人敢用伯特去冲点了。因为现在过热的速度非常的快，除非你每一发炮弹都精准打在敌人身上，不然靠箭射的伤害是很难把敌人给击杀，同时也会容易陷入过热的尴尬局面。但是俗话说得好，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现在伯特直接加入坦克的队伍，拿着30mm 炮蹲在家里，对着点内轰炸，直接让你摸都摸不到。我觉得这样比之前的伯特更加的恶心。另外一个改动就是那3张有楼顶的突破地图，大楼的防守点被删除了。更新的第一天，大家都还不习惯，所以坐牢的那一方由进攻方变成了防守方。之后经过几天的尝试后，大家可能知道要怎么防守了。可防守方的胜率依旧还是低，就是因为防守点太过空旷了，完全不好守。对于 DICE 给出的这个答案，大家应该都不太能接受。我看网上是有很多人在骂的。我对此的看法是，如果你们希望这3张图还会有所改变，我觉得是不太有可能的。无非就是2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可能是他们的工作量太大了。1月份官方就会预告新赛季的内容，虽然不知道会更新多少张新地图，但做地图和建模的员工都应该忙于准备新的地图，所以选择暂时忽略这7张旧地图。第二种情况就是，可能他们选择放弃更新旧地图，把全部的资源都 all in 在新的地图上。如果他们能够为这几个空旷的点加掩体，在1个月前玩家抱怨地图空旷的时候，早就应该马上在游戏里加掩体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，因此我觉得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。讲完0.3.1更新的问题后，接下来就是下一次更新会更改的内容。首先，相信各位尝试过被加农炮轰炸后，就会出现走路滞后的问题，而这就导致你很难逃出轰炸区。在下一次更新，官方会正式修复这个问题。我预测之后应该会有载具玩家抱怨加农炮打不死人，因为载具基本上都是靠滞后这个 bug 黏住敌人。试想一下，天花板5值就是靠这个 bug 让人无法短时间内逃离轰炸区，才会容易捞到那么多人头。每一次我被天花板5值轰炸，老是逃不出轰炸区，就是因为完全走不动。要是没了这个滞后 bug，那应该没什么人会用天花板5值。然后倒地后无法被救，而且镜头一直切换。这应该是小概率发生的问题，我本人是没有遇到过一次，也庆幸自己没有遇到，因为光看这个影片就觉得头晕了。这一个问题下一次更新就会修复，遇到过的玩家就不用太过担心之后会遇到了。最后是载具玩家狂喜的内容，C5加无人机将会在1月有所更动，我相信可能会是删除 C5能够粘在无人机上，要不然就是无人机只能粘2个 C5，反正载具玩家再也不用回想起被 C5无人机支配的恐惧了。当然你们也不要太过高兴，虽然没有了 C5无人机，但是还有 M5无后坐力炮。之所以以前没有太多人带在身上，是因为大家都相信地面的载具会有无人机去制裁，因此都不怎么会带 M5。
在这个人人都能带火箭炮的时代，只会越来越多的人带 M5火箭炮。天使加 M5将会是之后地面载具玩家的新噩梦。所以你问我取消 M5无人机是好事吗？我只能说不完全是好事，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但是却加重了另外一个问题的发生。人人一把 M5火箭炮，地面载具生存能力依旧是差，最后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那么我们回到问题根本的原因，不还是因为没有了兵种系统的限制，除了工程师以外，全部人都能拿火箭炮，所以专家是一种创新，同时也是一种败笔。我完全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把这个兵种系统给弄回来，然后把专家分拆在兵种的下面，让玩家先选兵种，然后再选相应的专家，至少带火箭炮的玩家就会减少了很多。而且地面载具也不会玩得难受，这样不就能完美的解决问题了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这游戏策划到底是在想什么，真的无语。我之前的影片有一点说错了，这次更新的是季前赛，而不是新赛季，这是我的失误。关于新赛季的内容，有传言说新赛季将会在3月份推出，我觉得应该是会在2月份推出。按照推算，季前赛会在2月3号结束。正常来说，新赛季会紧接季前赛结束时推出。要是拖到3月份才推出，那么这个游戏策划真的是应该要隐退了。就凭现在这一丁点的内容，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玩腻了。而且2022年有很多新的3A 大作，Elden Ring 也在2月份推出。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还会剩下多少玩家去玩2042。希望官方能够早一点推出新的内容，能补救多少就补救多少吧。这期影片先到这里，下一期会评价现阶段的各个专家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。